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堪称领导力发展领域的圣经《领导梯队》。这本书由拉姆、扎兰、斯蒂芬·德罗特和詹姆斯·诺埃尔三位大师级人物共同撰写。拉姆·扎兰这位被誉为当代德鲁克的管理咨询大师，一生致力于为全球顶尖企业提供商业咨询。他的智慧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无数企业在复杂商业环境中前行的道路。斯蒂芬·德罗特和詹姆斯·诺埃尔同样在领导力发展领域有着卓越的建树，他们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洞察力为这本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。领导梯队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为我们打开了领导力提升的大门。在当今竞争激烈、变化莫测的商业世界里，领导力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无论你是初入职场的新人，还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高管，这本书都能为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和实用的方法。它可以改变你看待领导角色的方式，帮助你构建一个清晰、系统的领导力发展路径。对于企业而言，遵循书中所阐述的理念和方法，就如同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安装了一台强大的引擎，能够推动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高效运转，培养出源源不断的优秀领导人才。那么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基业长青，不断涌现出卓越的领导者，而有些企业却在发展的浪潮中逐渐衰落？让我们来看看通用电气记忆的传奇故事。通用电气在长达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一直是全球企业界的佼佼者。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拥有完善的领导力发展体系。在通用电气，领导梯队的建设被视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。从基层员工到高层管理者，每一个层级都有明确的领导力发展目标和培养计划。就像书中所提到的，领导力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需要在不同层级之间建立清晰的通道。通用电气正是通过这种科学的领导梯队建设，确保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合适的领导者来引领企业前进，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这难道不是对我们每一个企业、每一位领导者都极具启发性的案例吗？领导梯队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提出了领导力发展的6个阶段，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领导梯队。这6个阶段分别是：从管理自我到管理他人，从管理他人到管理经理人员，从管理经理人员到管理职能部门，从管理职能部门到事业部总经理，从事业部总经理到集团高管，以及从集团高管到首席执行官。从管理自我到管理他人，这是领导力发展的第1个阶段，也是从个人贡献者向基层领导者转变的关键一步。在这个阶段，个人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以前，你可能只需要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，按时按质完成自己的任务即可。但现在，你成为了一个团队的领导者，你需要开始关注团队成员的工作情况，指导他们，帮助他们成长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是对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的一次重大挑战。很多人习惯了个人工作的模式，突然要承担起管理他人的责任，会感到不适应。他们可能会过度干涉团队成员的工作，或者在面对团队问题时不知所措。根据书中案例，许多新任管理者在这个阶段容易陷入自己做更快的陷阱，因为他们觉得指导团队成员花费的时间比自己亲自做还要多，所以干脆自己动手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其实是违背了领导力发展的规律。应用这个阶段的方法，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新角色，你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战士，而是团队的指挥官。要学会授权，把合适的任务分配给合适的团队成员，并且给予他们必要的支持和指导。比如，可以通过定期的团队会议来了解成员的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，在会议中鼓励成员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解决方案。同时，要注重对团队成员的激励，了解他们的个人发展目标，并将团队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。当团队成员看到自己的努力能够为团队目标做出贡献，并且自身也能获得成长时，他们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工作。这个阶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它为企业的基层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一个优秀的基层领导者能够有效地带领团队完成任务，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和质量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。而且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领导者自身也能获得宝贵的经验，为后续的领导力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。从管理他人到管理经理人员，当你在第1个阶段表现出色后，就会晋升到第2个阶段，从管理他人到管理经理人员。这个阶段，你的管理范围扩大了，你不再只是管理一线员工，而是要管理其他基层管理者。从逻辑上讲，这需要你具备更宏观的视野和更复杂的管理能力。你需要指导那些直接管理员工的经理人员，帮助他们提升管理技能，解决他们在管理团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在这个阶段，沟通和协调能力变得尤为重要。你要确保各个基层团队之间能够协同工作，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。书中提到，在这个阶段，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微观管理。由于习惯了直接管理一线员工，
一些新晋升的经理人员可能会对下属的经理人员进行过度的干预，这不仅会限制下属经理人员的发展，也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你需要学会信任你的经理人员，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。应用这个阶段的方法包括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定期与下属经理人员沟通，了解他们的工作思路和遇到的问题。同时，要为下属经理人员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，帮助他们提升管理能力。例如，可以组织内部的领导力培训课程，或者邀请外部专家进行讲座和指导。此外，要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，对下属经理人员的工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，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惩罚。这个阶段的好处是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基层管理者，为企业的中层管理储备人才。通过有效的指导和管理，这些经理人员能够更好地领导他们的团队，提高整个组织的运营效率。而且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作为领导者也能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力，为向更高层级的领导角色过渡做好准备。3. 从管理经理人员到管理职能部门。第3个阶段是从管理经理人员到管理职能部门。这时，你的责任更加重大，你需要负责整个职能部门的工作，包括制定部门的战略规划，协调部门内部的各种资源，以及与其他部门进行合作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这个阶段对领导者的战略思维和跨部门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领导者需要站在整个企业的角度来思考部门的发展方向，同时要能够协调部门内部不同团队之间的关系，以及与其他部门之间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。在应用方面，首先需要深入了解部门的业务和运作模式，只有对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，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。其次，要积极与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和协作。职能部门之间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相互关联、相互影响的。通过建立跨部门的合作项目，可以实现资源共享，提高整个企业的运营效率。比如，市场部门和研发部门可以合作，根据市场需求来研发新产品，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。书中指出，在这个阶段，领导者要避免部门本位主义，不能只关注自己部门的目标和利益，而忽视了企业的整体利益。要时刻牢记，职能部门的目标是为企业的整体战略服务。这个阶段的好处是能够提升整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和质量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。一个优秀的职能部门领导者能够有效地整合部门内部资源，与其他部门协同工作，推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。而且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领导者也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综合管理能力，为向更高层级的领导角色迈进打下坚实的基础。4. 从管理职能部门到事业部总经理。接下来是第4个阶段，从管理职能部门到事业部总经理。这个阶段，你将全面负责一个事业部的工作，包括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等各个环节。从逻辑上讲，这需要你具备全面的商业管理能力。你要对事业部的整体业绩负责，要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和企业的战略目标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事业部发展战略。在这个阶段，财务管理和市场营销能力显得尤为重要。书中提到，事业部总经理需要像一个企业家一样思考问题，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，能够发现市场机会，并迅速采取行动。同时，要注重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，确保事业部的可持续发展。应用这个阶段的方法包括建立完善的事业部管理体系，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，并有效地分配资源。要关注市场动态，及时调整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。例如，可以根据竞争对手的动向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，推出新的产品功能或者调整价格策略。此外，要注重团队建设，培养一支高效、专业的团队来支持事业部的发展。这个阶段的好处是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。一个成功的事业部总经理能够带领事业部在市场中取得良好的业绩，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，同时也能为企业培养出优秀的高级管理人才，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储备力量。5. 从事业部总经理到集团高管。第5个阶段是从事业部总经理到集团高管。在这个阶段，你的视野将从单个事业部扩展到整个集团。你需要关注集团内各个事业部的协同发展，以及集团与外部环境的关系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这个阶段对领导者的全局观念和战略决策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领导者要能够平衡集团内部不同事业部的利益，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同时要能够根据集团的整体战略目标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案。在应用方面，首先要建立集团层面的战略规划体系，明确集团的发展方向和目标。其次，要建立有效的集团管控模式，对各个事业部进行合理的管控和指导。例如，可以通过建立集团内部的审计和监察机制，确保各个事业部的运营符合集团的规范和要求。此外，要积极拓展集团的业务领域，寻找新的增长点。书中指出，集团高管要避免战略近视，不能只关注眼前的利益，而忽视了集团的长远发展。要有长远的眼光，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。
这个阶段的好处是能够推动集团整体的发展，提升集团的竞争力。一个优秀的集团高管能够有效地整合集团内部资源，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集团的运营效率，同时也能带领集团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拓展业务领域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6. 从集团高管到首席执行官，最后一个阶段是从集团高管到首席执行官，这是领导力发展的最高阶段。首席执行官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者，对企业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从逻辑上讲，首席执行官需要具备卓越的领导力、战略思维和决策能力，他们要能够制定企业的整体战略，指引企业的发展方向，并有效地领导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。在应用方面，首先要建立企业愿景和使命，激励全体员工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。其次，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，包括组织架构、流程制度等，确保企业的各项业务高效运转。此外，要注重企业文化建设，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，例如可以通过举办企业文化活动、表彰优秀员工等方式，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。书中强调，首席执行官要具备企业家精神，要有创新意识，敢于承担风险，积极推动企业的变革和创新。这个阶段的好处是能够引领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。一个优秀的首席执行官能够为企业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，并有效地组织实施，带领企业走向辉煌。2. 领导力发展的关键习惯。除了领导力发展的6个阶段，领导梯队还强调了领导力发展的关键习惯。这些习惯贯穿于各个阶段，对于领导者的成长至关重要。1. 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。领导力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领导者需要始终保持学习的态度。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，知识更新速度极快，新的管理理念、技术和方法层出不穷。领导者如果不学习，就会落后于时代。书中提到，持续学习是领导者保持竞争力的关键。领导者要养成阅读书籍、参加培训、与其他优秀领导者交流的习惯。例如，可以订阅一些专业的管理杂志，参加行业研讨会，或者加入领导力发展俱乐部。通过这些方式，领导者可以不断获取新的知识和信息，拓宽自己的视野。持续学习的好处是能够提升领导者的综合素质，使领导者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挑战。同时，也能为领导者树立良好的榜样，激励员工也积极学习，提升整个团队的学习氛围。2. 有效沟通与倾听。沟通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之一。领导者需要与上级、同级、下属以及外部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的沟通。在沟通中，倾听尤为重要。根据书中案例，许多领导者往往更注重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而忽视了倾听他人的意见。然而，倾听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、获取有价值信息的重要途径。领导者要学会倾听员工的声音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他们工作。有效沟通与倾听的应用方法包括与员工进行1对1沟通，定期召开部门会议，鼓励员工提出问题和建议。在沟通中，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尊重他人的意见，不要轻易打断对方。同时，要善于运用不同的沟通方式，如面对面交流、电话沟通、电子邮件等，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沟通渠道。这个习惯的好处是能够增强领导者的亲和力和影响力，使领导者能够更有效地传达信息、解决问题，同时也能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，促进团队的合作与协作。3. 决策与执行。领导者需要具备果断的决策能力和强大的执行能力。在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时，领导者要能够迅速做出决策，并有效地组织实施。书中指出，决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。领导者要学会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，如成本效益分析、风险评估等。同时，要注重决策的时效性，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策，不要拖延。在执行方面，领导者要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。例如，可以建立项目管理制度，对项目的进度、质量和成本进行严格控制。决策与执行的好处是能够确保企业各项业务的高效运转，使企业能够迅速应对市场变化，抓住机遇。同时，也能提高领导者的威信，增强员工对领导者的信任和尊重。总之，领导梯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面、系统、科学的领导力发展体系。它让我们明白，领导力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，在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任务和挑战。通过掌握领导力发展的6个阶段和关键习惯，领导者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力，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如果你渴望在领导力方面取得突破，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，那么请务必阅读《领导梯队》这本书，并将书中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，不断实践，不断反思。相信我，这将是你人生中一段充满挑战而无比珍贵的旅程。记住，领导力不是天生的，
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的。你拥有无限的潜力，只要你有勇气和决心去追求卓越，你就能在领导力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行动起来吧，让领导梯队成为你领导力发展的指南针，引领你走向成功的彼岸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为企业的发展，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